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妈妈 Fishing Cuisine 惠妈厨艺。对于春季室内育苗，是不是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过纠结的心路历程？一方面为终于熬过严冬，春回大地，即将进入蔬菜种植季而跃跃欲试；另一方面又疲于室内育苗过程中的细枝末节和遭遇的种种挫败，而一次次下决心要放弃。我也一样。通常到了4月中旬，有些菜苗就已经上市了，直接购买菜苗当然省事。可是问题来了，并非我想要种植的所有蔬菜菜苗都可以在苗圃里买得到。像这个十分养眼迷人的南美人番茄，去年是朋友送的幼苗，种植过后成了我们家的最爱，自然留了种子。今年理所当然成了我计划种植的众多番茄品种里的首选。但是市场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品种的番茄苗，所以对我而言，自己育苗都势在必行。毕竟我们可以选择的蔬菜种子的种类比市售菜苗的种类要丰富太多。记得去年开春，我就一次种下了40多种菜苗。这个视频记录了我去年育苗、炼苗、移植菜苗的详细过程。我会把视频链接放到屏幕右上方的信息栏和屏幕下方的描述栏里，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点击观看了解一下。育苗这活看起来不大，但直接决定了蔬菜的品质和收成，可以说直接影响到整个种植季一半的成败。在过去的1个半月时间里，我陆陆续续培育了一些菜苗，即便运用了过去2年积累的一点经验，但是还是碰到了很多的问题，觉得特别有必要制作一个这样的视频，就育苗相关的所有事宜，从种子、育苗容器、育苗土、育苗垫、育苗灯的选择，到浸种、催芽、炼苗、施肥、高脚苗的处理等16个方面，将我积累的一点点经验，更重要的是我在育苗过程中遭遇的挫败分享给大家，供各位参考或借鉴。差不多在2月，我们这里还是冰天雪地的时候，不管是团购还是邮购，购买种子，特别像茄子、辣椒这种育苗时间长的蔬菜，就要提到议事日程了。我准备了各式各样的种子，包括自己去年留的，还有朋友送的，同时也会购买专业的种子。现在很多商店里都有种子出售了，对于喜欢的品种，建议果断下手，防止断货。同时别忘了提前准备好秋季种植需要的种子。很多喜良的蔬菜在春末和初秋是可以种植2季的。我通常会选择有机和传家宝品种的种子，市售的种子通常品质有保障，出芽率高，值得购买。同时我也比较在意生长周期。今年我们这里的种植期从5月4号到10月13号，只有5个月161天，使用暖棚会延长一些。我的菜园不大，我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种植出更多的蔬菜品种，所以生长周期太长的蔬菜就不太适合于我。种子需要准备充足，但一次也没有必要购买太多，存放好几年。每年购买新的种子更利于种植成功。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培育茄子、辣椒的菜苗，就直接去购买好了，因为对于这类蔬菜，现在才开始育苗已经晚了。你可以提早收集鸡蛋盒、酸奶盒、草莓盒、蘑菇盒、饮料杯等等作为育苗容器，记得在盒子的底部打几个孔，方便渗水。如果购买的话，我喜欢一次性统一购买大小合适的育苗盒，这些都是我去年在沃尔玛买的，质量不错。去年我同时还买过一些椰棕育苗盒，非常的透气，很利于幼苗根部的生长，值得推荐。这些容器是在 Canadian Tire 买的，很结实，用来规制不同种类的菜苗育苗盒特别好。给菜苗浇水的时候可以不用担心水漏出来，更方便从育苗盒底部浇水。在炼苗的时候用它们将育苗盒搬进搬出，对着阳光移动育苗盒，很省事。我会把使用过的育苗盒清洗干净、晾干，收纳在一起，再用2-3年都没有问题。从4月开始，各种蔬菜种植的相关商品都会陆续上市，但也有可能很快售罄，大家应该提早做好准备，避免被动。
现在在花园里种菜的人越来越多了，你看，连我都开始种菜了，这在3年前我自己都不曾想到过。提前做好功课，了解哪些适合开春种植、需要提前育苗的蔬菜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开春时适合种植一些喜凉的蔬菜，有些可以直播，有些则需要提前室内育苗。在很多种植网站上，你都可以获取相关信息，很多种子的包装袋上都有明确的指南。我目前有在育苗的蔬菜有茄子、辣椒、番茄、黄瓜、鱼刺瓜、佛手瓜、木耳菜、西瓜、葫芦、苦瓜、丝瓜、莴笋、乌塔菜、生菜、中国芹菜、西葫芦、菠菜、冰菜等等。不同的蔬菜育苗的方法有所不同，上海青、苋菜、乌塔菜、生菜、羽衣甘蓝一类的蔬菜可以直接把种子撒到土里，像芹菜、冰菜这样特别细小的种子，最好先和细沙子混合，这样有助于均匀的撒播。很多种子如黄瓜、番茄、西葫芦、秋葵需要先经过浸种、催芽后再埋进土里。像苦瓜、南瓜、鱼刺瓜这样外壳比较坚硬的种子，如果你事先用一个小剪刀把外壳剪开一个小口，或者像嗑瓜子一样小心地把种子取出来后去浸种催芽，种子会很快地萌芽。很多种子在育苗之前都需要隔夜浸泡，像苦瓜、黄瓜、辣椒、西葫芦、秋葵等等，将种子用厨房纸巾包好，标注好种子名称，利用保温瓶的保温功能，将种子用45到50度的热水浸泡1天，热水可以给种子消毒，保温瓶可以使种子一直浸泡在热水中，让种子吸收足够的水分，同时让种子从休眠期恢复过来，这样催芽的时候可以让种子快速出芽。浸泡24小时之后，从保温瓶中取出种子，用水清洗一下，去掉多余的水分，然后就可以放入保鲜袋里，放置在一个温暖的地方催芽了。催芽的时候，每天都要将种子清洗一下，避免霉烂。去年我购置的这个育苗垫，使用过后的切身体会是非常有必要。如果你和我一样育苗的量会比较大，强烈建议购置一个我这样20乘48寸大的育苗垫，因为温暖的地方有利于种子发芽，所以用育苗垫催芽会非常方便和快速。你再也不需要去找路由器、暖气通风口或者烤箱去给种子保暖加温了。需要提醒的是，使用育苗垫也是双刃剑。当种子萌芽露出弯钩后，如果继续让种子待在有热度的育苗垫上，你得到的一定是飞速徒长的高脚苗，欲哭无泪。所以一定要注意观察种子的生长过程，即便是相同的品种，种子萌芽的速度也不尽相同。可以把已经萌芽的种子先取出来放到育苗盆里，其余的种子继续在育苗垫上等待萌芽。我所有的菜苗都是用专门的育苗土培育的，网上有很多种植行家教授 DIY 配置育苗土的方法，经济实惠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搜索一下相关信息。如果想省事，可以和我一样直接去购买育苗土。育苗土在使用的时候，最好用热水先浇透，等土的温度变凉之后再使用，这样可以给土消毒，帮助种子在健康的土壤里萌芽生长。去年我用了很多压缩土来育苗，有兴趣了解的朋友可以点击观看这个视频。今年我试了一下这个专业的育苗盒，它有72个小格子，很省空间。在每个小格子里装上育苗土后浇透水，然后将催好芽的种子放入，上面撒薄薄的一层土，再用喷水壶轻轻地喷些水，最后盖上盖子，保温保湿。使用这样的育苗盒时，建议一个育苗盒里培育同一种蔬菜的苗，比如各式各样的西红柿或者黄瓜，因为同一种蔬菜出苗的时间相对接近一些。如果是在一个育苗盒里同时培育不同品种的菜苗，千万要注意密切观察各种种子萌发的状态。当然，即便是同一种蔬菜的种子，也同样需要注意这一点。一定要记得给每一颗幼苗标注好蔬菜名称。前面说过，大多数种子需要在相对温度高的环境下萌芽，所以我会把育苗盒放到育苗垫上，育苗垫的优势在这个时候就显现出来了。一旦种子出芽，
如果还在育苗垫上受热，就会徒长，所以必须将出芽的幼苗马上移植到育苗盒里，放置在育苗灯下，接受足够的光照。如果你不用这样的专业育苗盒，可以将缺好芽的种子放在其他的容器里，土一定要事先浇透水，覆盖种子的土只需薄薄的一层，然后用保鲜膜松松的覆盖，这样可以保温保湿。接下来聊的这个育苗灯是促使我做这个视频最大的一个因素。我走了不少弯路，希望大家可以绕道而行。我临时设置的这个育苗台虽然临窗，但由于外面有一个阳台，所以太阳照射的力度并不够，特别是在阴冷的天气里。去年我的菜苗徒长得很多，光照不足是造成菜苗徒长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，所以我今年购置了这样的一个育苗灯。我选择的是这个有4个头的可调光的育苗灯，它可以设置4小时、8小时和12个小时3个时间段。通常我会让它持续工作至少16个小时，这样给菜苗更多的光照，尽可能的避免徒长。我特地选购的是这种3脚架型的可以调节高矮的育苗灯，而不是只能架在桌子边缘的育苗灯，方便移动。和去年相比，这个育苗灯的确帮了我很多，但是在我们家这种光照环境下，感觉它的强度就育苗而言还是不太够，所以又赶紧购置了这种悬挂式育苗灯。每个灯长4尺，有42瓦，悬挂起来犹如白昼。这个灯一套其实有6个灯管，3个插座。我正好和其他2个朋友平分一套，因为我们3个人每人只需2个灯管就足够了。其实刚开始在选购育苗灯的时候，我是因为无法解决灯管悬挂问题才选择3脚架育苗灯的。当然，一套灯管太多用不了也是一个重要因素，没想到最后还是不得不用到它。现在这个育苗灯100%达到了我自育苗以来一直期待的明亮，只用了3天就肉眼可见地看到了幼苗快速的生长，太给力了。虽然已经过了霜冬日，现在我们这里的白天温度已经达到了10几度甚至20度，但夜间还是低于10度。现在很多室内培育的菜苗还不适合移植到户外。还记得去年的倒春寒吗？很多人刚刚在霜冬日结束之后移植到户外的菜苗，因为倒春寒而损失惨重。我们这里在 Victoria Day 之后再将菜苗移植到户外比较安全。当然，夜间温度保持在10度以上是一个基本标准，一定不要心急，除非你使用暖棚。我们的种植周期如此有限，所以提前室内育苗，将幼苗培育的健康强壮尤为重要。现在白天温度够高，阳光够好的时候，我还是会让菜苗每天在室外待上几个小时，适应户外天气。即便现在户外温度很高，但幼苗可以接受太阳照射的时间还是有限的，因为太阳在不停地移动。像我们家这个阳台，每天幼苗可以接受阳光照射的时间顶多7、8个小时。在日落之前，我把菜苗移到室内的时候，我还可以让这个育苗灯照射菜苗另外7、8个小时，这样可以让菜苗每天接受14到16个小时的光照。如果没有育苗灯是不可能做到的。如果你和我一样育苗时受到光照问题的困扰，可以考虑添加育苗灯来帮忙。上面介绍的2款育苗灯的购买链接，我放到了屏幕下方的描述栏里，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。压力喷水壶经过几次按压之后，可以持续喷出水雾，非常的柔和，特别适合给刚刚埋进土里的细小种子保湿以及幼苗浇水。如果你没有，可以考虑备上一个。幼苗长出来以后，一个育苗盒里只留一颗相对健壮的菜苗，多余的要连根拔掉，这样可以给幼苗足够的营养和生长空间。经过漫长的天寒地冻，看到温度升至10度，并且阳光明媚，我就急不可待地把幼苗搬到阳台上去练苗了，一待就是5、6个小时。虽然我一直密切关注户外的温度，在气温下降之前把幼苗搬进房间，但几次过后，还是发现很多苗的叶子发白受伤。
这些是茄子、辣椒受伤的叶子，得花些时间缓苗。这一大盒番茄苗因为受损严重，我已经放弃而重新育苗。我得到的教训就是在温度适合的前提下，炼苗一定要循序渐进，从2个小时开始，逐步延长时间，同时一定要避开大风，不然幼苗容易被风折断。炼苗通常气温达到10度就可以，我们一般都会参考天气预报里的温度，但是在一些多云、阴天和刮风的日子，即便气温达到了10度以上，可能依旧阴冷。这种天气如果炼苗，你一定要参考体感温度，别让幼苗在户外待的时间太长，否则幼苗有可能受伤。受伤的幼苗很容易停止生长。在炼苗的过程中，需要时不时地移动菜苗，让它们有更多的机会照到太阳。当然，小心小动物的祸害也特别重要。每年的春末就有小鸟到我家院子里筑巢，看看这2棵被小鸟糟蹋的葫芦苗，是不是好可惜？幼苗需要保持湿润，而我们家里开着暖气，空气会变得有些干燥，所以我经常会用高压喷水壶给幼苗喷水。一段时间过后，发现育苗盆里的表层土壤慢慢的变硬变紧，这个时候我就会用一个小棍子轻轻拨动一下土壤，避开幼苗的根部，让它们松散透气，这样浇水的时候水就很容易渗透下去。当然，从育苗盒的底部浇水可以避免出现这个问题。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土壤表层板结，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处理一下。幼苗长高后也可以时不时的培些土，保护好它们的茎干。对于发黄不健康的叶子要及时修剪掉，避免它们和健康的幼苗分享土里的营养。通常育苗初期不可以施肥，因为此时的菜苗长势还比较弱，这个时候对它施肥容易导致烧苗。当菜苗长出5-6片叶子的时候即可追肥，约10天左右一次，但一定要控制好肥料的浓度，以免烧苗烧根。施肥时一般可以使用有机水溶肥，像这个有机鱼肥的氮磷钾比例是2:1:3，肥力较低，可以按照包装上的比例稀释后给幼苗少量施肥。但鱼肥有一些腥味，注意不要在室内使用，可以安排在炼苗的时候追肥。4月天气回暖之后，我将所有的菜床反反复复地翻了土，撒了生石灰，消毒暴晒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在入冬前我专门用于堆肥的菜床，经过几个月的腐化，里面的厨余、落叶、拉芽后的菜秧子，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了黝黑的堆肥。这样既经济又环保的做法，强烈推荐给大家。具体做法请点击这个视频链接观看。我将这一整个菜床的质子堆肥分摊到各个菜床之后，在这2个菜床上搭建了暖棚。第一个暖棚里移植了提前在室内育好苗的生菜、塔塔菜、莴笋、羽衣甘蓝、中国芹菜、罗勒等等。这些菜苗移植到菜床的第2天就遭遇了4月飞雪，惊得我一大早赶紧前去探望，还好菜苗们都安然无恙。过了几天，天气又回暖，Jasma 放学回来组装好了第2个暖棚。我撒了一些喜娘的种子，包括芝麻菜、上海青、红菜苔、羽衣甘蓝等蔬菜，直接在暖棚里育苗。等天气回暖了，再移植到其他的菜床里。在暖棚里育苗，我最看重的就是不用育苗盆，不用炼苗，不会徒长，而且一次性可以培育大量的菜苗。
春天我们这里的气温经常像过山车，前后2天温差有时相差20度。天冷的时候，我会把暖棚盖严实，给菜苗保暖。天气好的时候，我就把暖棚打开，让菜苗晒晒太阳。现在菜苗都长得还不错。这么冷的天，再加育苗，好像幼苗长成高脚苗，是一件最轻而易举的事情。虽然无赖，但也不必过于伤神，重新育苗就好了。如果你看过我去年菜园的视频，就会知道我们家是多么的喜欢各种羽衣甘蓝。今年毫无悬念的，我又培育了好几个品种的羽衣甘蓝，可惜都徒长了。我干脆让它们继续这么挤在一起生长，变成嫩嫩的芽苗菜，和其他蔬菜一起拌一个沙拉。这一天是复活节星期一，烤了一大块牛肋排，拿一块牛肉搭配这个充满春天色彩的沙拉，即便此刻窗外春雪飞扬，也有满满的幸福感。希望今天这个视频对需要育苗的朋友有所帮助，我们下次见。